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伦敦正在上演一场针对中国的外交战，另外一个是金正恩准备出手了吗？那么这两个新闻有关联啊，我们顺序往下走。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一连3天，从周一开始，一连3天在伦敦举行。那么这次这个 G7 的外长会议邀请了日本跟韩国参加，美国呢就向日韩提出举行3国外长会议。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和日本的外相茂木与这个韩国的外长这个郑义溶举行会议啊，除了朝鲜议题之外，当然还包括这个中国的议题啊。那么这个场合非常的关键啊，美国需要在这个场合解决它在印太地区的所关切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跟中国有关啊。那布林肯先跟这个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会谈，双方确认美日两国领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谈的成果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同意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议题时加强合作，并重申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密切合作，实现朝鲜无核化，并严重关切缅甸军方持续镇压示威者。这次会谈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巩固和延伸美日首脑峰会的这个内容和政治成果。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啊。那么之后，布林肯和谁呢？和韩国外长郑义溶会谈双方就美国对朝鲜的政策评估结果进行了交流，韩国对评估结果表示欢迎那么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展开密切的合作，确保韩美首脑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布林肯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期待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晤。在疫情仍然持续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上台初期举行韩美首脑峰会，本身就表明美国非常重视韩美同盟关系，韩美同盟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郑义溶表示，拜登在国会发表的演讲不仅对全世界，对韩国来说也相当积极，并充满希望。韩国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评估这个表示欢迎。双方商定为实现韩国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保持密切合作。双方决定在韩国新南方政策与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对接那么新冠疫苗合作、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一致认为，将于21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彰显了美日同盟坚不可摧，并商定今后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郑义溶在会谈后表示，那么虽然会晤只有45分钟，但他和布林肯就韩美首脑会谈的筹备、朝鲜问题等双边关切交换了意见。那么，然后呢，韩美日3国外长将于5日就是后天展开这个开会举行3方会谈那么届时会更集中的讨论朝鲜问题，并将借G7 外长期间进行交流三方将就疫情联防联控、朝鲜半岛局势、东京奥运会、地区局势等事宜进行探讨。那么这是这个日本跟韩国外长在这个郑义溶是今年2月份就任那么这是郑义溶2月份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会面那么日本跟韩国是不是会进行这个双边会晤，现在还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美日韩3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关系
那么当然其中有一个关系就是日韩关系，日韩关系有摩擦有矛盾啊。那么日韩关系的摩擦和矛盾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中美关系，哈哈，这个还是有点拗口啊。在上个月啊，那么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啊，那么双方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个战略合作就是台湾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月21号，韩国总统啊文在寅将访问美国。那当然，美日关系和这个美韩关系有不同，有相同。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就是韩国受中国的影响更大啊，那么或者是对中国的依赖更强烈。那么相同的地方是，韩国跟日本一样，都非常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对手，就是朝鲜。但是对于日本来说，朝鲜的威胁没有朝鲜对韩国的威胁那么大啊。朝鲜对韩国的威胁非常大，所以对韩国来说，他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依赖非常的强烈。但是所以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中美之间的对抗加剧的时候，韩国在中间走钢丝能走多久啊？那么我们相信，这次在伦敦啊，这个郑义溶和布林肯的会谈，以及郑义溶这个茂木还有这个布林肯三方会谈，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印太的战略问题。那么美国非常清晰，就是整个的东亚地区，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盟友，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韩国啊。那么韩国比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更强烈，所以美国当然需要韩国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你站在哪一边。那么当然，对韩国来说，他不想选择，因为他都得罪不起。因为美国对韩国很重要，中国对韩国也很重要。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韩国有的选了，韩国是没有的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你可以看，在这样的外交平台上，那么双方需要进行各种层面的交流，各种层面的谈判，去确保双方清楚对方的意图，最后达到这个结果啊。从我目前来看，韩国方面没有选择，韩国只能选择美国，不可能选择中国啊，因为它旁边就是朝鲜，朝鲜一举手就过来，所以对于韩国来说没有选择。那么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啊，轮值主席是英国举办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背景呢有几个，一个是中美关系紧张，第二个是北约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啊。那么这次外长会议啊，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邀请了谁呢？除了邀请日本、韩国以外，还邀请了印度、南非，还有东盟的轮值国主席国叫文莱，那么参加这次会议啊。那么显示什么呢？显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这个重要性。这反映了谁的取向？这反映了美国的取向啊。所以你可以看，其实这个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美国和这个七国集团的关系是怎样？其实你看，邀请印度也好，邀请南非，包括邀请这个文莱也好，其实反映的是谁的需求？当然反映的是美国的需求啊。那么，布林肯去伦敦开这个 G7 峰会，还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刚刚从这个乌东边境撤回啊，灰溜溜的走了啊。那美国布林肯先和谁会谈？最先和东道主
英国啊，美英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啊。那么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进行会谈。那么英国外交部在会谈之前就透露啊，布林肯和拉布讨论的内容是经贸、中国、阿富汗、伊朗四个议题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英美将继续采取坚定的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为未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付出代价。声明还说，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今年将和美军一道演习，展示两国联合作战的能力，并展示美英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承诺。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5月1号离开母港普兹茅斯起航，先到苏格兰参加2个星期的演习，然后这个月底就开始往远东为期半年的印太之旅先访问印度，再去日本、韩国、新加坡那么期间会和美军还有盟军进行演习那么英国的行动被视为向中国展示实力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英国已经做出决定向远东派遣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这个航母战斗群。那么拉布在记者会上说，我们一直认为有必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让中国遵守他们已经做出的承诺，无论是中伊联合声明下对香港的承诺，还是更广泛的承诺。那么布林肯就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与平壤进行外交接触，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此前，美国已经完成了为期几个月的朝鲜政策的审议。他说，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对朝鲜持开放的态度，探索外交途径，以求得切实进展，加强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部署的部队的安全那么布林肯的这番话就是回应朝鲜昨天的这个激烈的言论那我们下个主题我们来讲朝鲜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这次 G7 这个外长会议的这个大体上总结一下。这个外长会议，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它除了 G7 以外7国集团的7个国家以外，我们7个国家就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么已经包括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然后他再邀请印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韩国南非印度这基本上你可以看美国的盟友都在这个平台上，全部都来了那么美国当然要通过这个来做各个方面的工作。对日本来说，美国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当然是配合美国针对远东地区，主要是东亚地区，当然包括什么？包括台湾这是做日本的工作。做谁的工作？做韩国的工作。做韩国工作其实没有别的，就是一条站队站到美国这边来，这是。然后你看印度也去了，南非都去了那么这四国集团都在里面了，对吧？四国集团都在里头。那么四国集团都在里头，也可以做一下四国集团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布林肯还要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么也就是去为这个乌克兰做背书那么也要做乌克兰的工作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当然也涉及到德国的问题德国这个天然气的问题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平台当中，在这个 G7 外长会议，其实大部分的主题都指向什么？都是指向中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包括这个四国集团也好，你看印度也来了等等，包括这个七国集团，欧洲的国家跟美国跟北美基本上就这两个，其实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其实还就是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平台当中，美国要实现它的印太战略，就通过这个平台。所以这就是一场针对中国的外交战。那我们第二个主题就是金正恩准备出手了吗？朝中社5月2号连发3篇声明那么批评美国敌视朝鲜。那么朝鲜发言人说忽视朝鲜一定会后悔。朝中社这3个声明，第一个是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司长全正庚全正庚就说，他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在国会演讲说到了朝鲜问题然后拜登指出朝鲜严重威胁美国和世界安全和平那么全正庚就在声明里面说，拜登的言论敌视朝鲜，朝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声明表示，拜登首次国会演讲完成审视对朝政策，态度反映了美国依然如故，追求超过半世纪的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平壤不能够姑息纵容那么全正庚说，美国敌视朝鲜的政策前所未有的恶劣，又以核威胁吓唬核恐吓威胁朝鲜，对于朝鲜的自卫能力称为威胁，侵犯朝鲜的自卫权。这是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他一个是美国事务局，然后是朝鲜外务省，就是相当于外交部发言人也出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否认朝鲜的思想和制度，将人权当作干涉内政的道具，颠覆制度的政治武器，公开表明要果断遏制公开表明要扼杀我们警告美国忽视朝鲜一定会后悔，并对朝鲜说，你若犯我，我必犯你这很像中国的文革语言这是一个就是朝鲜外务省就是中国的朝鲜的外交部那么同一天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那么就这个朝鲜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散布反朝传单发表谈话。金宇正说，朝方视这个行为是严重的挑衅，再也不能坐视不理，将考虑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韩国方面推测，朝方可能会重新装这个对韩喊话的这个扩音器等宣传设施。朝鲜去年的6月21号在边境30多个地方重新安装对朝喊话的扩音器，然后呢，在3天之后，就3月24号又拆掉了。好，那么华盛顿的智库叫大西洋理事会那么的研究员，这个研究员以前是朝鲜的情报官叫加劳斯卡斯他说，平壤的这次言论提醒朝鲜半岛问题远比口头用语或者战术来的重要。他认为朝中社2篇声明表明朝鲜的政权，朝鲜与美国的根本分歧那他补充说，金正恩不打算放弃核武，也没有不想改革朝鲜的政权。那么目前来看，美国很难支持继续拥核的平壤政权我不知道这个情报员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分析这很搞笑好吧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3月21号今年3月21号朝鲜向朝鲜半岛海域发射了2枚短程巡航导弹那么日本政府说这2枚导弹飞行了450公里降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然后美国表示，朝鲜这次试射涉及的武器属于较低层级，不在联合国安理会禁令之列这是美国一下把这个调子给降下来
这是第一个，3月21号。3月22号，中联部长宋涛中联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叫中联部，中联部部长宋涛，基本上派人去朝鲜都是宋涛会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农兰李农兰向宋涛转达金正恩的口信，然后宋涛也转达这个习近平的口信。那么双方进行了一次这种级别的这个对话沟通那么前一天，朝鲜发射了短程的巡航导弹然后今年以来，其实朝鲜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那么朝鲜严重缺乏粮食和日用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严重到什么地步？严重到了金正恩要用这个艰难行军这种词汇，他们这个词汇是一个特定的这个指向的，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三年困难时期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中朝关系又很冷淡非常冷淡。首先改变的是谁？首先改变的是中国。中国从2月份开始进口朝鲜的商品2月份开始进口了多少中国从朝鲜进口东西大部分是煤炭，那么当然还有什么高丽参各种各样的山货等等。那么进口多少？175万美元以朝鲜现在的情况来，这是不少的东西。3月份中国继续进口多少？130万美元。但3月份中国干了另外一件事情，开始向朝鲜出口粮食和日用品、急需用品包括药品油成品油出口多少？1888万美元。3月份，然后朝鲜投桃报李，干什么？发射巡航导弹，然后向习近平传递口信。这就是在发生的事情不过呢，朝鲜这次发射导弹呢，它发射的是巡航导弹，没有违规，没有违反联合国的禁令那么美国呢反应也不激烈很低调所以这次这个属于一个低级武器系统，没有违反联合国的这个决议那么禁令那么等于就是把这事抹过去了。好，这次呢，朝鲜抓住拜登的演讲做出很激烈的样子这个2个声明，然后金宇正又对韩国说你们那个向我撒传单，我得做反应表现出很激烈的样子布林肯也就积极的回应一下你看这件事情像什么？这有点像这个朝鲜跟美国一起演戏给中国看那么大家知道，中朝关系在去年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不愉快那么中美贸易战打得非常的厉害那么中美对抗也非常的激烈但是朝鲜过去2年非常的平静，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朝鲜作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那么他经常在朝鲜半岛制造一些麻烦给美国，那么中国手上就握着一张朝核的这张牌对美国来说，中国是用朝鲜的核武器这个牌，朝核的一张牌来制约美国。那过去2年，这个朝鲜呢很平静呢，那当然中国手上这张牌就等于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现象，什么现象？海外的中文媒体稀里哗啦就普遍在传金正恩身体有问题，先说是金正恩身体有问题，后来又说金正恩的这个政权有问题，甚至说金正恩他的妹妹正在取代他。这个海外媒体其实所有的消息都来自
美国或者是海外的这些中文媒体在说这个故事，日本的媒体没有说，韩国的媒体没有说，就是中文的海外媒体在说这个事情。那么到了去年的5月份，金正恩出来辟谣，他身体没有问题，他的政权也没有问题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在通过海外的中文媒体向金正恩施加压力，但金正恩最后还是没有做一个表示，只是他五一劳动节出来证明他身体没有问题，他的政权也没有问题。后来5月底，金正恩给习近平发了一个口信，传递了一个口信，习近平也回了个口信给他，双方第一次用口信的方式进行沟通，说明双方的关系是非常的冷淡。也就是说，这2次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的2次会面，伤害了中朝关系，中国跟朝鲜之间出现了裂痕。那么朝鲜也没有像中国期待的那样发挥它的朝鲜核问题的这张牌的作用。所以在中美去年激烈的对抗当中，朝鲜没有给中国很多的支持，那么也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中朝关系这么冷淡的原因。那么到了今年，我刚才讲2月份开始，中国开始从朝鲜进口商品，3月份继续进口，但同时它向朝鲜输出粮食、输出成品油、药品等等急需物资，等于是解朝鲜燃眉之急。朝鲜投桃报李，发射导弹。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朝鲜开始和中国有不同的想法。在原来的中朝关系当中，朝鲜义无反顾的干了一些脏活啊，就是脏活累活他得干。为什么？他需要中国的物资，需要中国的资源，没有中国的物资资源，朝鲜政权会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朝鲜的这些动作呢，让他自己承受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一不小心，因为在去年虽然有一系列的和解的现象，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朝鲜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朝鲜愿不愿意继续担任这个角色？就是朝鲜原来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给美国制造麻烦，核武器也好，导弹试射也好，运载武器也好，就发射这种弹道导弹。导弹是禁止联合国禁止它进行这个弹道导弹试验，因为弹道导弹就等于是一个运载工具。运载工具如果装上它的核导弹，那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断的制造麻烦，然后制造麻烦之后，中国就来出面跟美国说，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呗，我们谈谈那个问题呗。那现在显然就算这次朝鲜发射导弹，它没有发射弹道导弹，它发射巡航导弹。发射巡航导弹反映什么？反映朝鲜自己的想法，他要向中国做交代，他必须做交代，因为中国开始向他输出这个送粮食、送这个急需的物资来，他得做交代。但是呢，他做交代做了个什么交代？发射个巡航导弹，不是弹道导弹。其实我相信中国会相当的失望，因为如果他发射弹道导弹，意味着什么？朝鲜这张牌还管用，但是他发射巡航导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张牌还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讲，金正恩准备出手了吗？我们就现在看一下。好，现在朝鲜发表2篇声明，然后金宇正再发表一个谈话，就先做舆论准备。那么舆论准备是不是后面有实质性的动作，比如说核试验，或者是弹道导弹的实验？如果没有这2个实验，实际上朝中关系仍然维持在原来的水平，
就是相当冷淡的水平，只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对于中国来说，大体上就是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都在进行当中，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包括朝鲜半岛问题。美国的策略很简单，只要朝鲜不给我麻烦，我就不需要投入资源去管它。当然，朝鲜如果把它的压力升高，对美国来说并没有太难过的事情。朝鲜的压力越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韩国对美军的这个军事依赖越强烈。那么布林肯说服郑义溶，说服这个朝鲜的这个工作更容易做。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对朝鲜的问题目前并不太上心啊，他不需要做太多的担心。反而现在比较着急上火的是中国，因为你看了半天，从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朝鲜各种舞都跳了，就是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啊，所以中国在等待朝鲜做出实质性的动作，大体上就是这样。美国现在最急迫的要解决的是韩国的问题，韩国要站队，而且韩国不仅仅要站队，而且韩国要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布我站在美国一边了。这就是这次文在寅去美国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就是美国要做的工作，就做这个工作。然后在这次 G7 峰会上面，那当然是只有一个国家没来，就是中国，对吗？还有俄罗斯没来，其他的重要的国家都在这里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 Philip Chen， 谢谢 Fendi Chen， 谢谢。整天想着在人家背后开后门，好了，终于把八国联军招来了，还武统台湾，人家直接台湾登陆了啊。你现在看哈，你看，山东号去南海，说是去南海，我看来看去，他也就在这个海南岛附近游来游去啊，也没走太远啊。然后好像你看啊。南海有法国的军舰，有德国的军舰，现在这个伊丽莎白英国的军舰要去了，美国有航母战斗群在南海，你看基本上全世界的这个军舰都来了，你结果就把全世界都招来了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这八国联军全招来了，还有澳洲的军舰啊，都在南海，所以你可以看啊。观点，英美就是嘴炮，直接把香港的金融系统摧毁不就完了？在美国支持一个中国过渡政府，没收太子党的美国资产，一个都不留，非要共匪攻台，爆发世界大战。我觉得你也是嘴炮啊，你说呢？观点与提问，针对上期节目，我认为在中国大陆最艰难或者最不可能做好的职业就是记者和律师。依照目前的体制，不可能做好记者、好律师。请教王老师的观点。第一个，老实讲，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空间。1984年，我在我们学校上课，上第一堂课《新闻学概论》啊，我们在新闻系上课，第一堂课就《新闻学概论》的第一课，那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就是我们新闻学概论的第一句话，叫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中国的新闻事业就是党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我们上课就是培养做党的喉舌。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没开放过新闻事业，从来就没有开放过。中间有若干个一两个合资企业，或者是私人办报，或者私人办的一些节目，但是非常零星。基本上在中国运行的新闻媒体都是党的新闻事业，也就是党的喉舌，这是第一条。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你当好记者就是一个好喉舌，这基本定义就是这个，就是你要做一个好，在中国你要做一个好记者，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喉舌，这就是在中共的语境下，在这个背景当中，仍然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真正的好记者，像调查记者，像维权记者，揭露现在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为民请愿，为鸣不平，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记者，他们是另类。我讲的是他们就是另类，他们是非常有良知、有专业精神的真正的好记者，但是在中国不多啊。那么中国的记者社会地位很高，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吹喇叭的，所以政府给他很高的政治地位，很高的待遇。所以其实中国的记者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记者是不一样的。其他国家的记者，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个非常艰苦的职业，但是中国不一样啊。所以这是记者这个行业。律师就更特别，为什么？律师跟什么打交道？律师直接跟政权机构打交道，跟公安、跟检察院、跟法院打交道。这三个部门是中国最黑暗的部门，因为他所有的坏事他在他那里终结。所以中国的律师，好律师都给抓起来了，维权律师，大部分的律师，99%的律师都在跟这些权力机构勾兑，不勾兑你根本没有饭吃，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做好人很困难，做坏人比较好容易啊，就是做坏人更容易，做好人更难的地方。提问：新闻自由和新闻从业者的言论自由是一个概念吗？如果你是讲从业者的言论自由，是他私欲，我们叫私欲，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那吃饭聊天，你有言论自由啊。但新闻自由是什么？新闻自由就是你在采访的时候，你能够按照新闻事实本身写一篇新闻报道并刊登出来，这叫新闻自由啊。那么从业人员的言论自由是什么？从业人员的言论自由，你讲的是个人的话，那你就是自己跟朋友聊天吹牛，你随便吹呗，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讲新闻自由，讲的是他的职务行为啊。情绪，5·4青年节之际，哀叹今天的大陆青年沉迷于大国崛起和武统台湾的狂热民族主义，再无可能展现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即使在现实中被当权者996，被404，再也没有胆量像100年前的中共创党前辈们那样起来闹革命。现在的中央号召青年学党史，绝对不是要青年起来造反。第一个，5·4运动，5·4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这场运动被中共，这个叫改建、装修、涂抹，变成了一个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权基础和光环。所以5·4运动是一个被篡改的历史。5·4运动其实本来就是一场学生运动啊，这场学生运动仅仅止于学生运动啊，然后中共把这场学生运动跟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把这场运动的背景
把这个把新文化运动变成这场学运的背景，然后把5·4运动变成什么？变成中共成立的一个历史条件。于是呢，就形成一个完美的环境和需求，迎接谁？迎接中共的出场，这就是5·4运动。那么5·4运动，这个当然有一些参与者或者甚至是领导者，后来成为中共的一些这个发起人，但是5·4运动跟中共没有关系，跟中共的成立没有1毛钱的关系。那么另外，那么5·4运动跟新文化运动也没有1毛钱的关系。5·4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它是2个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事件啊。在这2个不同层面的事件，他们的诉求的方向也不一样。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是它的诉求是启蒙，启蒙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啊，对中国人进行一个启蒙。5·4运动是什么？5·4运动是救亡，是事件性，这个不是事件性，这是一个思想运动，这2个完全不搭界。它是不是它的背景？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当时的背景还有很多很多呢，当时的历史状态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你为什么只挑这个拿来讲？这就是我就说，就是刮腻子上光呗啊，大体上是这样啊。情况加提问：新西兰总理在中国商业峰会表示，双方在人权议题不能也不会有共识，会继续关注香港和新疆议题。我觉得在北京看来，这是非常强硬的回应，但环球网的报道把这事给掰回来，是不是意味着北京政府对中新关系还有期待？那当然得掰回来，不掰回来不打自己脸吗？他怎么能打自己脸？期不期待不知道啊，但是他肯定不会那么写，这个一定是这样。观点：现在所有部门都在学党史，还要做笔记，但是现在这种洗脑的方法能否把人的思想洗回去，关键还在于自己。反正中共它这个机器呢，它是不停的在运作，洗脑机器。那么今天加盐，明天加油，后天加醋，反正就是每段时间就有不同的主题在洗脑，洗脑为达成什么？达成中共的一个意志，实现中共的意志啊。那么关键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当然你说每个人100%全部洗回去，我不相信啊。但是很多人会被洗回去。很多人会被洗回去啊，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提问：请问王生对近日大陆男子划橡皮艇到台湾登陆，说是投奔自由有什么看法？我看新闻说，按照台湾的法律，非法入境要坐牢3年之类的处罚，应该会吧？应该会坐牢吧？理论上应该是，你这是非法入境啊，要坐牢，但是会不会判就不好说。就是说，违法这件事情，我们相信大家，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你肯定是违法。但是法官怎么判就不好说啊。这件事情有点蹊跷，就是说，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然后这个疫情再过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那么台湾又不是不能去，你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台湾，目的何在？啊，这明显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见识的人嘛，对吧？你还能够横渡这个台湾海峡，对吗？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等到明年等不下去了吗？这个我是有点疑问啊。我看新闻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继续观察呗啊。我的疑问就是，这不能等嘛，再等半年也不是很过分啊，是不是啊？提问：老师最近针对美台战略模糊做了几期节目，
想请老师分析，为何美国对日本以及南韩的战略清晰，对于台湾却是战略模糊？日韩台差异点有哪些？好，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韩国跟朝鲜是两个国家，对吗？啊，那么之前我们讲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共一直在偷换概念。其实朝鲜战争是朝鲜侵略韩国啊，那么然后中共的大外宣是怎么宣传？说是他们是发生了一场内战，哎，这就是偷换概念。所以呢，联合国干预呢是干预他们内战，这就偷换概念了。其实韩国跟朝鲜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朝鲜进攻韩国，引发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去主持正义，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所以呢，为什么美国会战略清晰？那当然战略清晰啊，对吗？这个为什么要战略模糊？没有模糊的可能啊，这是第一个。对日本就更不用讲了。那对中国战略模糊，你去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为什么。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朝鲜跟韩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38线是他们的国境线 ，OK， 理解吗？啊，情况小道消息：广西幼儿园砍人事件，当场死亡3人，后面抢救无效又死6人。新闻瞒报。情况逃课快1个月，汇报个情况。天津市民踊跃去扎疫苗，而我家东北3线城市社区书记的疫苗任务2个月都没完成。在我给天津亲戚讲中外疫苗差异之后，自觉有吃蝇之感，吃了苍蝇之感。OK， 情况加提问：山东省接种2剂新冠疫苗后，健康码会出现金色的边角区别。官方各种媒体一直宣传，并且下面的评论很快都是很想升级成金边健康码。请问王老师，山东这种做法会引起公众不满吗？那我真不知道公众满不满啊？这就是他们的手段。大家知道数字集权是什么？这就是数字集权。数字集权，数字武器跑到中共手里，他就会用这些数字工具，各种数字工具来实现他的政策目标。很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中国很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觉得哎呀很先进啊，很这个很那个。我跟你讲，数字集权更难以抵抗，更难以反抗。他对中国民众的这种人身控制会更紧、更严格，所以这就是数字集权。他可以用这个按健康码，什么金边健康码、金边健康码，居然还有人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啊！小心啊，小心！情绪说到点子上，中国人学校毕业后一进入社会，就先被现实摁在地上打回原形，让你彻底忘掉学校里的大道理，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不要做好人，不要打抱不平。提问：请问老师，为什么东亚各国较没有滋养新闻自由的土壤？北欧内前3名新闻自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东亚各国没有，东亚各国可以啊，台湾很好啊，台湾、日本、韩国都很好，这不都东亚国家吗？亚洲第一啊，亚洲第一是亚洲第一是韩国，亚洲第二是台湾，所以怎么没有？有啊，至于北欧的前3名是什么样的状态，查查吧。观点：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冷暴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效。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极度内卷、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中国不管底层、中层、高层，比任何时候都渴望
经济发展、科技升级、社会有稳定基础。冷暴力堵住了中国向国外偷取技术、偷天换日。中国现在只有制度改革，建立理性的历史观、辩证的哲学观、人文主义的文学、客观的媒体、宪政精神的法律观、市场化的经济才是出路。那中共就要倒台。你讲的这些都对，中国都需要，但是中国要做到这些事情，中共就要倒台。你说行怎么办啊？提问人在欧洲，想问问王老师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凯恩斯学派大行其道近100年，西方民主国家渐渐地在一次次危机中通过放水救市，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大政府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不想放手，这是人性吧？疫情加大了这种趋势，让毒瘤公司去破产，而不是一直托底去救。我期望小政府少插手经济的政府未来在哪里？是这样。第一个，100年前的凯恩斯主义啊，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网友还停留在，特别是川普的支持者们啊，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仍然停留在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凯恩斯主义已经过时了。以及他的这个理论已经不能够描述现代政府和现代经济了，这是第一。第二，西方国家我们讲这在面对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他们采取了一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这个危机。应对这个危机并不意味着是大政府啊。人类社会不断的在进步，在发展。那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类社会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很有限，或者是对货币，或者是对金融，或者是对这个市场，它掌握的知识和规律是有限。随着人类的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他们发现有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疫情给全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比想象的来得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货币和金融政策，而中国的冲击非常的大，比大家想象的大得多。那么，如果以你的这个你这个问题来说，那是不是中国做得很对？中国是在做小政府吗？不是啊。为什么？中国也想用货币政策啊，也想用财政政策啊，他为什么不能用？原因是他之前的货币政策把弹药打光了，他没得用，而西方国家能用，他为什么不用？所以以现有的，我从我的自己来看，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包括日本也好，采取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的。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受这个疫情的冲击相对比较小。那当然，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们一直在批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批评这个事情，川普自己的救市的这个政策规模也非常的大啊，一点都不小。小政府插手经济，少插手经济，政府不会不插手经济，政府一定会插手经济，只不过政府应该在哪个领域，在什么时候介入经济是有效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建议你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老实讲，这些领域的讨论，不是我们每一个网友都有条件进行讨论。你说的这些话呢，也就是网上到处传来传去的话，我觉得不具有讨论的基础，好不好？我们就不讨论。未来在哪里？未来在我们的脚下，好吗？提问：老师去年节目中给我建议，说我一天
花4个小时在网上看自媒体的节目和新闻太多，建议我缩短。听从建议后，目前我大概每天花2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是看王老师的节目。这样会不会造成信息来源单一，不够全面？或者是老师认为只看王老师的节目已经足够，期望结果？当然不行，不能只看我的节目，你要看其他的，你要看。我觉得我建议2个，第一个，不能只看 YouTube， 也不能只看电子媒体，要看平面媒体。为什么？平面媒体的信息量更大。大家知道，你看电视也好，听广播也好，大家知道这个电视媒体或者电子媒体，电子媒体是线性的，就是一条线往前走，它是跟时间一样，它是流过的，我们也叫流媒体啊。你可以看一部分这种节目，作为一个资讯的吸收模式。那另外一个呢，要看平面媒体，平面媒体可以。流媒体是被动接收，就是你打开这个节目之后，你就听着，他说什么你接受什么。但是平面媒体不同，平面媒体你要阅读，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它会刺激你思考，所以平面媒体一定要去看。所以我不建议你只看我的节目，你要多看平面媒体。平面媒体我建议你不要看中文媒体，还是看英文媒体多一点为好。情况，台湾不只有新闻自由，还有爆料公社。新闻不报的，怕自己爆出来会得罪大人物的，还有一个爆料公社可以匿名帮你报。台湾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其他地方都没有，叫什么？叫新闻的这个考证，就是对于假新闻的这个揭露。它有一个这个调查机构专门去调查这些假新闻，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这做得非常好，这做得很棒。好，明谢露露，谢谢高正，谢谢刘富，谢谢 TT， 谢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